中美元首视频通话为两国关系稳定航向之后，美国的小弟澳大利亚却仍然坚持顽固反华立场。先是总理莫里森为该国著名反华智库站台，提及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加大对包括人工智能、5G 等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技术保护。澳国内众多理性声音就呼吁，澳大利亚已经为自己的言行买单，付出了惨重代价。澳政府应认清现实，停止挑衅中国的举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三在该国战略政策研究所举行的首届悉尼对话活动上高调宣布，将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疫苗、关键矿物和5G、6G 通信技术等9大领域列入关键技术清单。澳政府未来将加大对这些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技术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在讲话中反复提及信任、共同价值观，表示澳将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反对那些以不同方式看待技术的政府。虽然莫里森并未在讲话中点名中国，但主办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际网络政策中心主任汉森当天接受澳天空新闻采访时称，莫里森推动9大科技领域发展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目的是要反制中国，并且要与中国的所谓专制发展模式竞争。澳媒并不看好莫里森的关键技术清单。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文章称，莫里森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抛出这一清单，尴尬地凸显出澳大利亚在中国外交深度冻结中的孤立地位。这个时机呢，是选择在中美首脑电视会晤之后。那么在这之后，澳大利亚他倍感压力，他表现着一种我们说不平衡的心态。虽然他没有完全点名中国，但是战略指向呢是非常明确的，充当美国呢在这一地区反华制华的这样一个打手。澳大利亚一些政客也持续在地区和国际合作议题上向中国开炮。澳防长达顿在澳天空新闻最近的节目中声称，澳大利亚人会对国家安全机构收集的有关中国在澳活动的情报数量感到震惊，并由此为澳所谓的反对外国干涉政策站台。达顿是莫里森政府中对华态度最强硬的官员之一。就在几天前，他还在一次采访中放话称，若美国介入台海冲突，澳大利亚也将参与其中，引发国内外广泛抨击。澳外长佩恩周四赶忙出面灭火，他辩称达顿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台海地区爆发战争。他还强调，澳大利亚要尽一切努力阻止冲突发生。澳前总理基廷也严厉批评莫里森政府采取错误的对华强硬立场，将澳大利亚引入歧途，并敦促其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基廷说，台湾不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利益，澳大利亚和台当局没有建立联盟关系，也没有签署任何相关文件，没有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澳不应介入台湾问题。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依重美国，所以它的整个国策来讲，只不过的话呢，是美国人云亦云的这种翻版，它没有自己真正的国策和真正的防务。从本质上来讲，彼得的话，他所讲的东西不过是虚张声势。真正的话要采取行动，不管是从实力上来讲，从整个应对的举措来讲，他都是跟不上的。实际上，澳大利亚充当国际反华急先锋，已经波及到中澳关系的方方面面，澳自身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特别是经贸领域。然而，澳政府还在做着中澳之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一码归一码的美梦。周四，莫里森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澳大利亚始终迫切地希望能在基于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原则与中国展开政府间的对话。澳大利亚外贸部长特汉周三接受采访时也称，正在寻求和中方相向而行，进行某种建设性接触。It was very good to see the two presidents be able to have a dialogue. It was a very meaningful and significant dialogue, and that's what Australia wants to be able to do with China itself. We are looking for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work through our differences and our issues because we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especially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It's helped us maintain our standard of living. So we'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for that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对于澳政府的两面派表演，就连澳国内舆论都看不下去。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文章称，澳大利亚需要为自己的言行买单。莫里森政府追随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国家，并充满敌意，在如此糟糕的大环境下，还要展开同中国的对话，简直是痴人说梦。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瑞杰瑞近日撰文指出，美国近期与中方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合作，高层级互动频繁，这让先前充当美国棋子、冲在反华前线的国家十分被动。但这就是大国政治的世界。